我们花了十几集的时间跟大家聊完了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取而代之的三大势力拜占庭、伊斯兰与西欧文明。同一个时期，世界各地的发展也没有停下脚步哦。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从地中海转移到印度洋吧。大家好，我是克里夫。不晓得大家是否还记得哦，我们在古典时期时说过，印度从孔雀王朝末期的分裂，走向了贵霜王朝的繁荣，再到吉多王朝的鼎盛。忘记的观众可以回去看一下第23集哦。吉多王朝的黄金岁月走到末期，印度北方再次陷入动荡。虽然有戒日王建立起短暂的霸权，但还是无法阻挡伊斯兰势力的逐渐入侵。公元647年，戒日王去世，底下的大臣篡位，印度北方再度陷入小国林立的分裂状态。正因如此在面对阿拉伯人的入侵时，无法组织其有效的抵抗。这段时期的阿拉伯帝国是将重心从往西发展改变成往东扩张的阿拔斯王朝。他们在伊斯兰信仰的号召之下，融合了多种民族，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同时也雇佣突厥人来对外作战。突厥骑士凭借着能够在奔驰的战马上开弓的游骑战术，频频骚扰与牵制印度的战象。这段时期，印度北方的许多小国政权多半是由拉杰普特人所建立的，他们属于刹帝利种姓，有着高超的武艺与军事力量，但在面对穆斯林的入侵时，尽管他们拼命抵抗，却无法有效阻止。不过，对于底层的人民来说，上层的统治者来来去去，换了又换，如果换成伊斯兰势力，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公元1192年，由突厥与波斯人组成的古尔王朝，在第二次德赖战役击溃了拉杰普特人，并占领德里。没过几年，又掌控了孟加拉，将整个印度北方都纳入版图。不愿意承认失败的拉杰普特人逃亡到印度沙漠，而北印度则由古尔王朝委派的总督管辖。这位总督原本只是一名奴隶哦，但他却靠着军功一步步往上爬。公元1206年，古尔王朝的统治者被暗杀，这位总督也趁机以德里为首都，自立为苏丹，开启了印度北方德里苏丹国的统治时期。德里苏丹国从公元1206年开始，到公元1398年遭到铁木尔的入侵而走向下坡，最后在公元1526年被蒙兀尔帝国给灭亡。这段大约300多年的期间，德里苏丹国经历了5个王朝，分别是库特布沙希王朝、卡尔吉王朝、图格鲁克王朝、赛义德王朝和洛迪王朝。刚刚我们有说开启德里苏丹国的统治者原本是奴隶，所以库特布沙希王朝又被称为奴隶王朝。表面上看起来，伊斯兰信仰与印度各种宗教林立的情况会产生很大的冲突。毕竟伊斯兰是一神教，禁止偶像崇拜，又有着明确的教义与规范，强调教徒平等。但印度的信仰却是有着许多派别，而且是多神崇拜，没有明确的教义，并且有着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穆斯林带着传播阿拉是唯一真神的使命，试图建立一个统一信仰的国度。印度则保持着开放与多元的宽容风气，让众人可以由不同的管道去了解神奇与信仰。这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其实只对上层阶级的影响比较大哦。印度寺庙在战争中被摧毁，庙中的财物被洗劫一空，这对于上层的婆罗门阶级来说是很严重的打击啊。不过，对于底层的民众而言，反倒还可以保留家里的祭坛，再加上奴隶王朝宽容的政策，只要你缴交宗教税，就可以享有信仰自由。这就让穆斯林与印度教徒能够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德里苏丹国的统治模式会根据每一任苏丹的个人风格而有所不同，有充满才干与能力的雄主，也有残暴贪心的独裁者。不过基本上，苏丹为了统治有着不同风俗民情的印度，会给予地方官员很大的自治权。这样的模式有好有坏，一旦中央政府呈现弱势时，就很难管控地方。德里苏丹国最鼎盛的时期，应该是属于卡尔吉王朝的阿拉乌丁统治的期间。他是一位残酷又英明的统治者，
在位期间是公元1296到1316年。这段时期其实也是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期间。成吉思汗在公元1221年为了追击花剌子模王国的继承者而入侵印度河流域。虽然这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对于之后的德里苏丹来说，却是不得不面对的潜在威胁。所以阿拉乌丁征召许多男子服兵役，而为了应付广大的军事费用，又得苛收超高的50%作物税。不仅如此，他还加强对商业的管控，要有官方的许可才能经商，商品的物价、工人的薪水也都严格的把关。透过这种方式试图抵抗蒙古势力的入侵。不过我们都知道，蒙古人建立起的庞大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接邻版图最大的国家，因此蒙古部落还是慢慢的在印度北方定居下来，逐渐与印度人共同生活。刚刚我们说德里苏丹国是遭到铁木尔入侵而走向下坡嘛，但其实在第三个王朝，也就是图格鲁克王朝时，就已经由盛转衰。其中一位统治者图格鲁克，他为了扩张领土到德干高原，于是强迫德里的居民迁徙到南方的新城市。不仅如此，他还想用铜币来取代金银货币，使得货币贬值，让商业与经济失去了发展的空间。再加上14世纪中期，印度出现了饥荒，图格鲁克也无法提供有效的救济，种种因素之下，使得公元1338年，孟加拉直接从德里独立出去，其他地方也频频爆发动乱或是内乱。所以准确来说，当铁木尔崛起时，印度北方早就已经无法抵抗他的攻击了。铁木尔原本是突厥化蒙古部落的小首领，后来他凭借着家族势力以及聚集起来的强大骑兵，开始向外扩张。先是取得了西察合台汗国，之后又横扫了阿富汗、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入侵了印度。虽然他没有采用汗的称号，而是自立为苏丹，但他建立起的铁木尔帝国却获得了多数蒙古人的认可。而遭到劫掠的印度北方则成为一座座的鬼城。虽然铁木尔只停留不到1年的时间但却带来了破坏性的毁灭。城镇成为焦土，居民沦为奴隶。至于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工匠与建筑师，则被抓到帝国的首都萨马尔罕建造清真寺。德里苏丹国经过这样的打击后，再也难以复原。印度人甚至还称铁木尔为震动大地者。铁木尔撤军后，德里苏丹国已经无法有效掌控印度北方，地方上各自独立，而接掌德里的赛义德王朝管辖的范围，其实也只有德里城和旁遮普等北方小区域而已。至于第5王朝洛迪王朝，则是由席林德总督巴赫鲁尔占领德里后所建立的，领土范围同样不大只经历了3代的苏丹，就被铁木尔的后代巴布尔给灭亡。之后又建立起蒙兀尔帝国，掌控印度北方。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印度北方不断遭到入侵与攻击，但南方因为地形与距离遥远，反倒影响不大不过关于这个部分，我们留到下一集再来跟大家聊聊。